你19岁啊？19啊。你是又烟又酒是不是？我那时候是因为真的就是酒醉了，当天喝到早上，然后就去录影。我那时候真的人超黑，我连妆都没化。因为他其实真的是长得很有自己的特色。可是如果把他的头发往后梳，可以弄成真田广之啊，还是动力怎么那么 care？ 因为动力火车跟我是同乡的。哦，跟我可以同乡的吗？这样他们不好吗？好歹他们也唱过小巨蛋。所以其实你们私底下就已经很熟了。没有熟啊，没有熟，但同乡。跨越性别，梦想成真。我是主持人艾莉，今天邀请到一位老同学，我们一起上过了《康熙》，距今已经10年了。这次欢迎我们再次相聚，黄雅莉。干嘛啦？怎么了啦？来开始。你跟我一样是很害怕晒太阳的吸血鬼一族吗？或者你每天骑机车通勤在户外，也遭受到太阳的洗礼？那你真的可以帮你肌肤补充一下谷胱甘肽。我们肌肤里面每一寸的细胞都有谷胱甘肽，但只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代谢变慢，饮食不均，所以浓度就渐渐的下降。有些人会选择去医美用针剂的来补充，但我这个人很害怕打针，所以我才选择发明了百里萃。百里萃胶囊1颗就有125毫克的谷胱甘肽，一天吃2颗就是250毫克。不过这边要注意的是，谷胱甘肽的浓度百种，都从10% 到60% 的都有。如果吃到浓度太低的话，对皮肤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彰显了。所以这次我选用的是日本 Obitech 的天然谷胱甘肽，里面浓度有98%。所以当你吃了250毫克进肚子时，真正作用的能有245毫克。不过这么高浓度的日本谷胱甘肽原料价格当然不便宜，更别说加上空运、封装、制作等费用。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推荐百里萃的原因，因为我已经很贴心的帮你们分类好10天份、30天份到90天份。所以怕踩雷、荷包大失血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买最小的体验组10天份就好，不需要一次就买个30天、60天回去囤。等你吃喜欢了，再持续购买。我觉得这样是对姐妹们比较好的做法。在购买时只要注意2点：第一个是百里生医出品的，第二个是有5大国际授权的商标。所以现在百里萃支持全球寄售，不论你在泰国、马来西亚还是香港，通通都寄得到。但更重要的是，当你从这个影片的连结点进去百里萃的官网的话，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体验组的100元现金折价券，所以现在就赶快去试看看吧。今天呢，我们的企划准备了一些跟康熙有关的问题，想问我们2个。今天就会走一个同学会的方式来回忆当年康熙来了带给我们什么影响，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改变。那第一个问题是，你们2位就是当初啊，为什么会决定要上《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样？我那时候是因为真的就是酒醉了，然后就接到这个，就说好，那就上了。当下接到的时候就说啊，可是我没有什么想讲的，我也不知道我能讲什么，只是他们只是说刚好这个议题很符合我身上，我就说好吧，那就去上吧。当天喝到早上，然后就去录影的。当天喝到早上，你说在山上吗？对啊，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搭车，而且那时候屏东如果最快去的话，我还要坐客运到高雄，然后再转高铁到台北。然后那时候算了，反正已经喝到早上，然后就直接在客运上睡，一路睡到台北。但是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去露营呢。你自己一个人去？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那时候我爸妈说，我回到家说怎么一整天都没看到你啊？他说你是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台北呢。没有人相信我去台北，他们就看着我在喝酒，怎么可能喝到台北去？哦，所以出来喝酒喝一喝，然后人就不见了。台北了，我去露营，我就回来，我就去当天来回这样。对，我当天来回，我那时候真的人超黑，我连妆都没化。对，你原本在屏东的山上。对啊。然后杀到台北的摄影棚。那天我好像最后一个进摄影棚的，然后他们都做好了，我最后一个。我当初接到《康熙来了》的通告之后，是我第一个通告。然后我原本也很犹豫要不要上，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女装的样子还没有很好看，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出过门，但我妈妈就坚持要我一定要去上《康熙来了》，因为她很喜欢小 S。她说你去上啦，你去上，我就可以看到小 S 了，还有蔡康永，你去上嘛。那雅丽有吗？没有就算你被扮成动力火车，你也觉得没有？我那时候大家也都是我很enjoy在那个氛围里面，还是你那个时候酒还没醒？就是
那时候还没学，就是被扮成冬面我还记得我还在休息室骂人呢、骂什么？那时候我妈准备换男装，可是我忘记我前面是红玲还是谁啊？然后后来因为当天录影就是很充足，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要给我们试衣服，他没有给我们试，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要穿男装的时候还在选到底谁要穿哪一个。我直接火大！你说你骂什么？我好像是骂工作人员。我说你现在搞不清啊！我现在下一个又是我要出去，然后你在我脸上随便乱画，然后就叫我说现在才叫我试衣服。我当然那一艘我直接骂那个设计师，我就直接骂他说你在搞什么？那他怎么说？他说对不起啊，他当然是说对不起啊，我那么公主病。OK， 所以这是你觉得最后悔的地方。对啊，其实我应该不要骂人才对，难怪他们觉得说我好像很难搞的一个人。因为我后期不是去录大学生嘛，我妈就说我脾气比较不好，我妈还跟我说她去办个什么户籍誊本啊，你就是雅丽的妈妈吗？就是她播真奶那个吗？我妈就会可能回家就是跟我讲到这个。那你要有很骄傲，对啦，这样。我就说你现在觉得你是新妈妈？她说没有啦，明明就很想要。他们可能以为我想做的类似这一行类的工作，我就说没有后面我去录大学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是我要的。那播出之后，爸妈会觉得哦，民族之光。我爸妈说还真的去上啊，相信。他们相信，播出之后才相信。真的去上，而且那一天播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喝酒。我根本就因为他那时候有跟我说什么时候要会播，可是我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就说哦好，我说好，谢谢，那我知道了，就类似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就没有记很清楚这个，然后就后来就在喝酒，他说他说就是我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说我说什么的，我说看戏吗？他说对，我刚刚就在看电视上看戏，他刚好现在广告，然后他说你把电视打开。后来我们这边喝酒，然后自己看我自己上节目，很多人在讲的，然后就突然一夜之间，整个讯息都是我啊。那康熙来了播出之后啊，有没有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正面、负面的都有之类的。我负面没有，几乎都是正面的，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做自己是好的那爸妈怎么看？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去阻扰过我想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一向都是支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做的。他们一定当然是支持，所以爸妈其实并不反对你做女装，没有反对耶，就是你在适合的年龄该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去那么超过就好。我爸妈的想法是这样，不可能我国中就那么大浓妆，然后带这样的上课，不可能啊，是可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气质一点、漂漂亮亮的 OK， 可是不要太夸张。因为《康熙来了》播出之前，我爸爸、然后我妈妈、我周遭的所有人都很反对我变性。然后叫我剪掉头发，然后做个男人，当个工程师。但是当我上了康熙之后，有很多人陆续涌入我的粉丝专页。我记得那时候从0人到了5000人，然后我爸妈第一次看到说，哦，原来还是有人支持跨性别这件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哦人妖人妖。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收到正面的回应，然后依靠这个正面的回应，我妈妈终于同意我，未来要做变性这件事情。虽然爸爸还是觉得传宗接代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对我的影响。我在上康熙之前是在做Twitch直播的，就在线上打游戏。我上了康熙之后，在大陆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然后就有一天就收到一封 mail， 艾琳要不要来大陆直播？那时候在大陆那种娱乐直播，哥哥刷火箭这种很火，然后台湾还没有。然后那时候我跟家里爸爸的关系又很不好，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好啦。既然做Twitch也没有什么钱赚，我就把行李就收一收，然后有一天就凌晨，然后什么合约都没有签哦，他就只是给了我一张机票，然后我就先飞过去，我说我们当面再来聊聊，然后在海关就被拦下来了。你这不是男生吗？你打扮成这样做什么啊？我解释了好久都过不了，最后我跟他说我是做这个表演的，他说哦好请便，不然我差点就要进小房间了。到了当地以后，就有一个很高的男生很壮，我搭配一个很矮的萝莉来接我，又像七爷八爷。然后那矮萝莉就说：“我们是你的经纪人呐。”他把我接到酒店之后，他说：“你今天晚上就住这里，我们明天再来接你。”有点像是人蛇集团的口吻。然后我当下很害怕，但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地方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大陆，然后第一次去广州。那隔天之后，我才真正到他们直播的公司，然后去跟他们主管，然后聊合约。那我很庆幸的是，他给我的薪水是真的蛮高的，我就用这笔钱，然后
存到了之后才去动变性手术跟隆胸等等等等。我觉得康熙来了不只给我正面的影响，也帮助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后存到了钱。那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当初第一次上节目的时期，成长或改变最多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成长最多的地方是，第一点是我真的做到变性这件事情了，就达成我的目标。第二点是，我觉得就变得我也想做一个节目，像康熙来了这样，能邀请更多的跨性别，然后来传承这个薪火下去，变成其他跨性别也来上我的节目，然后他们会记得这一刻，然后也变得他们未来也会想去跟其他跨性别相处，然后带其他的新人出来。我其实有一个梦想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我请蔡康永来访问我，变成我是来宾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圆了这一个梦。可以啦，那么成功。目前还有跟康熙来的哪位嘉宾保持联系吗？我比较有联络的，应该就是新蕾跟洪玲，然后我也有找他们2个来上节目。新蕾有来找我，啊，还有来高雄找我。那时候我们也是去录一个节目，然后同时碰到。新蕾变得比较女性，是真的比较脸部，因为她也有去做，所以比较柔和，没有像那时候那么阳刚。你说多文具那样，多文具，确实。雅丽是原住民嘛？我原住民啊，被扮成动力火车，然后在下面很多人留言笑你什么的，你觉得无所谓？我还好，因为动力火车跟我是同乡的。跟我可以同乡的吗？对啊，我们同乡的啊。所以其实你们私底下就已经很熟了。没有熟啊，没有熟，但同乡，就是同乡，我知道他就是我们同乡的嘛。然后你自己也是原住民血统，你就觉得又没关系。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偶像，比较看得开啊。哪一组？我是排湾族配阿美族。排湾族配阿美族，排湾族配阿美族这个比例在台湾是大的还是？大的，阿美族就是人口还是占据第一啊，他们人口最多。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阿美吗？男生都长得帅白，像外国人。OK， 可是排湾族就比较偏黑。在排湾族跟阿美族不一样。对，排湾就比较偏肤色比较健康。所以屏东一带都是阿美族居多。没有，屏东是排湾居多，排湾卢凯。阿美都是在东部花莲啊那一带居多。所以你在原住民的时期有去打猎过吗？没有。我这样算是歧视吗？不算，可是就真的没有啊，因为从小就是女孩子吧，不需要打猎。但是住在山上的部落里面，大家会有组揪去打猎，变成一个休闲活动吗？他们是真的会去打猎的，是真的，到近期都有，而且现在去打猎的年龄层越来越小。他们是变成一种活动，还是真的要去？就是去找一些吃的？没有，就是一个活动，就是去吃。现在找吃的那么多，菜市场买就有了。其实他们就可能是一种兴趣，说或者一种仪式传统。他们去打猎回来会猎到什么？野猪吗？还是松鼠？还是兔子？他们说那个是山羌就一般那种山猪啊。他们是用推车推回来，还是就扛回来？你知道野狼吗？那种就是挡车啦，他们骑车去打猎啊。然后有的背在背后，有的就放在他的挡车的后面，然后就好像从山上下来。我想问一下，他们去打猎的时候是穿传统服饰还是？没有啦，就一般的衣服。是 T 恤啊？对啊 ，Open 讲的 T 恤啊。现在就比较也是打猎是跟上主流的穿着了。没有是穿族服了啦。那你在原住民的时期有穿过吗？应该都有吧？你说族服吗？对，族服有啊。是怎么样的日子需要穿族服？比如说亲朋好友结婚啊，或者是部落的节日，比如说丰收季啊，就一定要穿。每一年都有一次的庆丰收，就一定要穿。就是你参加活动，就是大家一个仪式感嘛，然后穿也是漂亮。那如果有人说我的族服不见了，要去哪里买？族服我跟你讲很难买，而且一件族服很贵，至少也要10几万。真的假的？你不要少看到，因为它都是手工珠绣啊。如果你这样乘以3下，我跟你讲20-30万可能跑不掉。族服这么贵？很贵。你说特定阿美族吗？排湾族？没有，排湾族的更贵，排湾族可能在10万20万，便宜的话可能最便宜可能就一般10字绣那个也要几万块耶。看不出来。可是那几乎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那个已经很旧了。你的传家之宝，那就更无价了，那是可以摆在展览馆那种。所以每一件族服都是手工制作的。对，而且每个人的衣服都会不一样，因为还有你还有阶级的分配。他那个阶级怎么看呢？他有分贵族、平民。平民就可以互穿，就长得差不多。可是族服没有人在借的啦。没有在借的，那我族服不见怎么办？我送洗啊。那个也不能洗啊。
那不能洗，不行，那每次穿不是很痒，从小穿只能到大，晒，它就可能就要也不能太阳直晒，不然那要怎么晒晾？就是风干了，因为有的人是穿兽皮呀，啊？那不能洗呀。兽皮太帅了吧？兽皮是真的很帅，兽皮太帅打了。打赤膊啊，然后就刺青搂麻，然后就好帅啊。龙马是什么？流氓。哦，加酒类型的。对，我喜欢加酒型的。因为我印象中的原住民的族服都是那种红色、白色相间，我的印象是正确的吗？还是其实错误？红色、白色都有，可是绿色也有啊，其实蛮多颜色的。可是一样，它的主色几乎都是大地色居多。但如果像你是阿美族又加排湾族，那你要穿哪一族的族服？你去丰收季的时候，我几乎都是穿排湾，因为我参加的活动跟我居住的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在屏东啊，几乎刚好参加的活动都是排湾族的，所以还是以排湾族的那个为主。可是我还是有阿美族的族服，我还是有。你还是有，所以你可以把其中一边卖掉也没关系，其实。不能卖吧？我妈应该会杀了我吧？哦，那个是可能这次会换我妈拿针来丢我吧。哦，如果卖的话，听起来族服真的是原住民之中很珍贵的一个。盒子珍贵，那比一栋房还重要哎。哦，你说不见了就等着被打死，你不能，你这个家族就没了吧？我觉得这么珍贵。但这真的是，比如说那个哦，我懂意思了。埋葬了，然后可能剩骨灰，那再把衣服拿出来呀。啊，是传那么多代，是这样传下来的呢。也就是说，可能你现在穿的是你奶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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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然后这样子最早就日治时期，然后这样一直传下来，同一件没洗过，而且布料真的有差呢。我有摸过很早期，就是有经过日治的那种祖父祖母们，我都摸过他们的衣服，跟我们后期出来的衣服的布料不一样。我有看过很传统，就是很像旗袍，可是台湾好像那个叫龙包啊，我就觉得很美。那要配刀吗？还是要配？女生没有在配刀，要配什么配件吗？你破处女啦，你结过婚的，你就不能戴，比如说处女环那种。处女环就是耳环啦，男生就是可能什么有进阶了，你才能佩戴配刀、配件、配枪什么之类，也是那些成年礼之类那些东西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对啊，哦，所以其实并不是走一个仪式而已，因为我一直印象中想说，原住民如果办什么仪式丰收的时候，应该都是那种最新制作的制服，然后就直接穿一个大概。就大家穿个走过场这样而已，当然是还是会有改良式的啊。哦，对，我就想说是改良的，就是很现代的布料啊，就是比较现代，就稍微印花一下，有点原住民的感觉。那什么时候会聚在一起唱歌喝酒啊？丰年祭吧，就是庆丰收的，就是庆祝我们这一年来的丰收。可是你又不打猎，没有，就是你身为部落的人，你当然都可以参加啊，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部落。不是原住民可以参加吗？可以呀，可以，当然可以啊。我就走进去，不用门票钱，就直接走进去，然后说我也想倒小米，我想一起唱。你可以，那就是人家就是给外面来的客人啊，我们简直就是来部落玩的外县市人，他可以体验以前的祖父祖母他们的那些就是东西。我最想要跟来宾聊手术的问题。你动过哪些啊？目前？脸啊，是不是很多哎？眼睛、额头、鼻子、下巴、耳朵。耳朵怎么了？我都有切软骨啊。切软骨？为什么要切软骨？就是放在鼻子啊。但耳朵没有去动。女生耳朵本来就会比较小。眼睛做什么？我有缝过双眼皮，然后用卧蚕啊。打卧蚕？脂肪吗？不是，我是打一般的那种玻尿酸。我有上削下削，我还有磨眉骨，然后还有下巴。对。全脸补脂。有，我还有牙齿啊。牙齿做什么？我是一般的那种贴片。贴片。身体的话就是胸部。胸部，我还有抽过脂啊。我是抽肚子跟腿，然后我的腿好像是补在我的胸部，因为他跟我说腿的脂肪好像比较能存活，所以他就补在我的胸部，然后我的肚子是补在我的脸，我有补过额头还有苹果肌。总共花多少钱呢？我光鼻子就67万啦，单独就鼻子而已。鼻子67万。对，我这样总共花下来至少也有200多。那未来还想动什么手术吗？变性手术啊，我很羡慕你们真的很厉害。是，我觉得做过全部手术以来蛮痛的，应该是最痛的吧？最痛，因为修复其实实在太长了，可是后来1个月。这样撑过下来，你就觉得其实
都值得啊，不是吗？特别的值得，因为我特别讨厌那里。刚刚雅丽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变性手术后多久可以发生性关系？当初医生是提醒我至少3到4个月之后才能发生性关系，但我那时候一直都没有男朋友，所以我到了7个月、8个月之后才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我老实说，我对那边的排斥的严重程度是，我不能看到我自己那边，我也不想碰到那边，我也不想看到别人的那边。我这完全是很无聊，对不对？最多到亲亲而已。然后大家找去夜店，然后我也不去。那你我酒跟前面精过敏。交的男朋友，你们就是在床上的活动就是打手游吗？我们在床上活动是抱抱、牵手、亲亲，连都没有吃都没吃，连吃都没有吃，后面也没有。你在干嘛？他叫你吃，你就要吃啊！啊，我就不想吃啊傻傻那边，我很怕看到那个东西啊。要吃但你在感情路上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一些男生会觉得说啊，你身体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我有碰过，我觉得没差哦，反正鸟那么小，失恋的会是男生，不会是我们。你就是爱，当然是爱我全部啊，优点缺点你当然都要爱，这才叫做爱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可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一点你没办法通过，那你干嘛？你还谈什么爱情？你自己都没有认清你自己。可以带回部落吗？我每一任男友都有带回家过哦。所以我历任来有几个是我爸妈喜欢的。那你觉得现在台湾对于跨性别这个圈子怎么样？我觉得台湾算幸福的，至少我们也有看我们对同性婚姻这一个东西，台湾竟然有合格通过，我觉得台湾